车改装频道。今天我将带大家来看看我身后这辆全新奔驰房车的改装介绍。这辆奔驰房车是在短款基础上完成的改装，是一辆可以满足1到2人出行的房车。如果用3句话来总结，这是一辆满足户外爱好者出行的房车，这是一辆适合公路旅行 van life 的房车，这是一辆设计风格大胆、有着奢华 look 的房车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进入主题吧。这是一辆全新的奔驰144轴距改装的房车，升高车顶，后驱 2.0 4缸，整车外部长 5.9 米，车高 2.7 米。这辆房车在改装完成之后的净车高是 1.9 米，室内净宽度 1.75 米。除了内部的改造，对于这辆全新的 Sprinter， 我们还做了一些外部升级，安装了备胎架，还对轮胎和轮毂做了升级。让我们来看看车内的空间改造。关于这辆车的风格，我们选择了以黑色为基底的亚麻贴面，这也是我们公司一直坚持沿用的面板材料。它具有易清洁、环保抗菌的特性，局部借胡桃木纹的厨房台面和面板衬托层次。尽管是在一个小小的车内空间，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设计传递出我们对于美和空间质感的追求。空间布置上，我们设计了一组橱柜以及双排的顶柜，可以拉出来的餐桌作为用餐和工作空间，以及安放在车门位置的旋转小桌板和旋转座椅，可以成为额外的办公和休闲空间。这次的改造，我们设计的是隐藏式浴室和厕所，可拉伸展开后尺寸可以达到 Queen size 大小的床，以及床下宽敞的储物空间。为了配合整体硬朗奢华的风格，软装上我们搭配的是皮革的柜面拉环和坐垫，水龙头和床头灯也选择的是黑色不锈钢材质。这是一辆为1到2人设计的基于奔驰斯宾特短板改装的房车。为了让空间最大限度地在满足功能分区的同时，还要避免人在车内活动感到拥挤，让空间前后通透，我们把厨房设计在了驾驶室后面。为了解决做饭时候的排烟问题，这里也加装了窗户。上车位置安排的是矮凳，这里也是一个隐藏的浴室厕所。厨房我们安装了更大的水池和2个灶头的电磁炉，同时我们还加装了微波炉，方便快捷加热食物。冰箱仍然采用的是 Isotherm 85升的单开门冰箱，包含冷藏区和冷冻区。Isotherm 是一个专门为豪华游艇制造冰箱的牌子，如果大家对这个牌子的冰箱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查看我们之前的冰箱详解视频。很多网友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房车冰箱容易坏的问题，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使用专门为移动设备设计的冰箱，另一方面在安装的时候没有考虑通风排风问题造成的。我们在前期设计和后期安装时会特别注意排风通风口的位置，最大程度为冰箱提供良好的通风，延长使用寿命。这里我们设计了一个抽拉式桌面，拉出来后既可以提供比较宽敞的用餐和工作台面，还能同时作为额外的厨房台面来使用，在不需要的时候推拉进去也不会占用过道的空间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是怎样把一张 Queen size 大小的床放进 B 型房车里。固定床的尺寸是1.7米乘1.63米，拉开之后床的大小是1.7米乘1.98米，基本上是一张 Queen size 床的大小。个子比较高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睡觉拥挤的问题，也不用担心每天睡觉需要组装和重新铺床的问题。我们的定制床垫使用的是10厘米厚度的中等硬度海绵，柔软舒适的同时也提供了足够的支撑。考虑到短板 Sprinter 有限的车内空间，这辆车我们设计了隐藏的浴室，打开座椅可以拉出隐藏在另外一侧的马桶。如果你不是经常使用浴室，马桶也可以拉出来固定在这个位置。可以看到我们的浴室设计了前后2个下水口，考虑到在不同坡度情况下实现更好的排水。洗澡的时候只需要把浴帘固定到安装在天花板上的隐藏挂钩上，拉上浴帘就可以啦。浴帘中间拉链的设计方便进出拿取衣物，也防止了洗澡因为密封性不好而水四溅到周围。这里值得特别介绍的是，在浴室的细节设计上，我们留出了2个专门的维修口，一个是给出水口，一个是给排水口。无论在未来的使用上哪里出现的问题，都非常方便维修。在平常的时候，这里还可以存放厕纸和沐浴液。我们抬高了床的整体高度，设计了可以存放下自行车的超大储物空间，但我们没有完全的分割前后车内空间，而是做了一个柜门，在前面可以很方便的拿到存放的东西，如果需要也可以把门打开。
这样就有更长的空间存放更长的户外装备，例如雪板或者冲浪板之类。室内地板我们仍然沿用了10素地板，浅色地板既可以提升空间的亮度，也可以柔和深色面板的硬朗感。关于10素地板的介绍，也可以回看我们之前的视频。根据我们多次长途旅行的经验发现，长时间居住在车里有一个最容易忽略，但也是最让人苦恼的问题，就是存放换洗下来的脏衣服以及鞋子。而现在的这个设计可以把脏衣服和鞋子都放在后面，但需要的时候也可以非常方便的拿到。这辆 Sprinter 的改装，我们设计了非常大的后车的储物空间，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一步设计符合自己使用方式的储物。后面设计的是抽拉滑轨式托盘，便于行李和户外设备的拿取。托盘采用了耐磨防滑，适合存放户外设备的塑胶地板，高度也完全能够满足自行车的存放。电箱和水箱也同样安排在了车尾。我们安装了400安培时12伏锂电池，搭载了 Victron 的电力系统。整体水电可以通过 Turbo GX 触摸屏幕来控制，可以通过屏幕看到我们的电池用量、太阳能充电过程、清水箱和灰水箱的使用情况。我们还安装了暗电插头，这样在营地就可以直接连接交流电使用了。这辆 Sprinter 安装的是30加仑的清水箱，28加仑的灰水箱安排在了车底。如果冬天零下天气需要使用的时候，我们也预留了灰水箱加热电的电路供客户选装，以及4加仑的博士电热水器。车尾安装了冷热水的淋浴接口，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在户外沐浴，当然也可以给狗狗洗澡或者冲洗户外装备，非常方便使用。这辆车我们安装了 City Water 的接口，灰水箱也可以直接接入营地排水口，在营地只要插上暗电和注水，安装好下水口，就可以完全实现用水用电自由了。如果要满足长期的房车旅居生活，跨越不同季节，空调和暖气是非常必要的。我们为这辆 Sprinter 安装了 Dometic 12伏车顶空调，以及Webasto AirTop 2000的气暖。这是一款使用汽油的暖气，供油直接来自车内的油箱，安全方便。同时，我们也安装了 Max Air 车顶台风，车顶安装了300瓦的太阳能板。如果要给这辆房车打上一些标签，我想我会用空间小巧但不拥挤，功能齐全，操作容易，设计简单大胆，但依然有质感。这辆 Black Diamond 是一辆你可以安心把家带上路的房车，去诗和远方，去享受你热爱的户外运动。在功能齐全的基础上，我们还有一些设计上的小巧思，让你的房车生活体验上也更舒适方便。水电的设计，我们都充分考虑预留了维修口。顶柜是安装在 U 型轨道上，如果你觉得头部空间比较拥挤，或者想尝试不同样式的顶柜，原有的顶柜都可以非常容易的拆卸下来，在不同位置都设计了足够的插座，并带有 USB 和 Type-C 充电接口。顶灯、床头灯、厨房灯、地灯的多光源布置提供了不同场景下灯光的需求。车内电源的开关以及中控台我们放在了进门的顶柜上，可以在上车之后立马找到开关的同时，也可以防止误触。以及我们还利用了水箱上面、床下面的空间做了一个柜子，这个小小的抽屉可以存放手机和车钥匙，或者放用餐需要的盐和胡椒等调料。以上就是我们这辆全新奔驰房车改造的全部内容啦。不管你是对这辆房车有任何问题，还是对房车改装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。我们在未来也会尝试更多不同设计风格的房车改造，制作更多关于房车改装、房车旅行相关的视频。这辆房车呢也将正式出售，感兴趣的朋友也请一定跟我们私信联系，记得点赞关注我们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拜拜。